姐，那些雅金冲过来了！快用火！来呀，怪物们，来呀！爷爷烧死你们！这样子不行，我们挡不了多久的。小姐，好好活下去！快走，别让他的牺牲都白费了。我叫云千峰，我之所以会出现在这里，还得从半个月前讲起。你好，有什么可以帮你的吗？我的哥哥消失了，我想知道他在哪。这得报警啊！报过了，你能想到的任何方式我都用过了。求神问卜是我最后能做的事了。我跑遍了九江城所有的命理馆，他们说的都不对。你这里是最后一家了。迅速写一个字，不许思考。我为什么会写这个字？是不是很奇怪，自己会写出一个完全想不到的字？这个字能给我答案吗？你对自己写下的字这么惊讶，那我觉得有70%几率能找到答案。别出声，我需要思考，你保持安静就行。地县西南，泽水汇之。你哥哥人应该在西南方向。潘字里的藩有异族藩邦的意思，所以他很可能已经不在国内了，大概率是在缅甸、越南那一带。对，你应该是对的。我哥在消失前一直在查中缅边境原始森林的资料，你还能看到更多的信息吗？潘这个字的读音可以追溯到古藏地文明，意思是有益之物，很多地名甚至神话都和它有关。所以我猜你哥哥不是去旅游探险，他是在那里寻找某个非常古老的文明遗址，年代甚至可能是在史前神话时代。对，你说的都对，我哥他就是痴迷史前文明。我没疯，我没有妄想症，我有个哥哥，我真的有个哥哥。什么意思？什么叫你真有个哥哥？坏了，这单子好像有点邪门。我哥是考古博士，他一直在找神。2个月前，他进了深山，说每天都会给我打卫星电话。头几天还好好的，可1周后他彻底没信儿了。报警了吗？报了，警察说户籍系统里根本没这个人。我去找他同事、朋友，甚至他女朋友，所有人都不记得他，都说我根本就没有哥哥。你是说，全世界只有你一个人记得他？是，他们都觉得我疯了，你也觉得我病了，对不对？我是学理论物理的，在量子世界，没什么是不可能的。你相信我，你真的信我？这姑娘长得这么好看，可惜是个臆想症，还得靠我这半吊子算命的当心理医生。帮我找到我哥，你测算这么准，一定能找到他，钱不是问题。江小姐，这不是钱的事儿，你哥去的地方太邪门，我爸妈就是普通农民，还指望我养老呢，我真冒不起这个险。养老需要多少钱怎么也得200万吧？200万不够，我每月给你爸妈打3万生活费，直到找到我哥为止。事成之后，我再额外给你200万酬劳。这么多钱，他是不是神经病还重要吗？其实养老钱是其次，主要是我想见识一下那个世界。能交，先打第1个月的钱。行，那我现在就叫人准备合同，合同签好之后，我们就准备干活。好，你哥除了你之外，最亲近的人是谁？是我准嫂子秦疏影，不过她现在根本不认我，还说我是精神病。哦，怎么回事？我哥才消失1个多月，他现在成了别人老婆，连6岁的儿子都有了，就是个叛徒，我才不想见他。就去见他，他是除了你之外最了解你哥的人，你们俩的记忆一对照，肯定能找出线索。好吧，我听你的。怎么，有问题？等我抽根烟，好好想想。江小姐，
你刚刚给的合同里好像没提给我开工资吧？没有，你的条件不就是保障家人养老吗？那我以后怎么过？合同生效，你我要寸步不离，你的生活成本我来负责。那感情好。老板，来条华子，软的。别，老板不要这个，要富春山居，我哥只抽那个，我也喜欢那个味道。大妹子，那烟我这哪有啊？全国都买不到几条，都炒到2万多了。2万一条？那就1916吧，我同学抽，味道还行。走，咱们去见见你那位准嫂子。小柔，你该去看医生。你从来就没有过哥哥，我们是家教时认识的。可是我记得清清楚楚，你是我嫂子。秦女士，您结婚6年了吧？这孩子真帅，像爸爸。是啊，奉子成婚，都说儿子像妈，他跟他爸一个模子刻出来的。这小脑袋瓜一看就是顺产的，是不是有点挑食？太瘦了。这您都看出来了？是顺产，不足月。那天我还在逛街，回家他就出来了。幸好我丈夫是院长，把产科医生都叫来了。这孩子一看就是先天不足，那得给孩子吃点6味地黄王补补。秦女士，今天谢谢你能来。我还有事，先走了。就聊这么几句废话，你到底问出什么来了？秦疏影和他儿子的头发，刚才顺手弄到的。头发？你要干嘛？下降头？我可没恨他到那地步。你能不能讲点科学？我要拿这个去做亲子鉴定，你没发现吗？这孩子跟秦疏影一点都不像，8成不是他亲生的。你一个算命的，跟我谈科学？别废话了，拿去做 DNA 亲子鉴定。有病吧？他儿子是不是亲生的，关我们什么事？你现在该帮我找我哥。想找到你哥，就按我说的做，否则你另请高明。好，我这就送去检测，3个小时就出结果。如果这事跟我哥没关系，你看我怎么收拾你！江总，加急处理，最快3小时出结果。还要查我哥其他熟人吗？不用，等这个 DNA 结果出来再说。那我们现在干等，我1分钟都坐不住。稳住，越急越要稳。你说我要是直接开进湖里，是不是烦恼全没了？怂包，我开玩笑的。云千峰，你老实交代，是不是根本没招，故意拖时间呢？然后呢？要是敢骗我，我就叫人把你沉到这湖底。什么？你确定？真不是亲生的？我嫂子难道出轨了？这和我哥失踪有什么关系？赌对了，真的不是亲生的，这就是破产。人家孩子不是亲生的，你高兴个什么劲儿？你哥和秦疏影在一起那么多年没孩子，现在突然冒出个早产儿，还没一点长得像他。既然孩子不是生的，说明秦疏影的记忆是被人动了手脚。你的意思是，我没疯？对，你没疯，是这个世界出了问题，有人删除了你哥哥存在的所有证据，但他们造假造得不彻底。我要告诉他，我要告诉他，他被骗了。住手！你要毁了那个家吗？完了，他是不是听到了 ？DNA 证明孩子不是你生的，你被记忆欺骗了。云千峰，你说我哥会不会已经不在了？怎么讲？如果有人能抹掉他存在的所有证据，那是不是意味着他们在过去就把他杀了，甚至是在他出生之前？不会，如果是那样，你脑子里根本不会留下关于他的任何记忆。你既然还记得他，说明他至少活到了你们最后一次通话的时候。真的？这更像是某种微观层面的记忆干预。
虽然听着玄乎，但还没到逆转时空的程度。只要它是真实存在的，我们就能找到它。好，我相信你。那我们现在该做什么？带我去你哥的工作室，我要看看他失踪前到底在查什么，去了哪儿。那些资料都凭空消失了，但我记得他看过的书名。我们先去书城，把能买到的都买回来。这就是你家？对啊，怎么了？我以为我见过世面，结果我是真没见过世面。这就是有钱人的枯燥生活吗？你哥失踪前哪几本翻得最勤？这3本，每次我进来，他们都压在正针下面。左祖右摄以阳城，周髀算经12000年前的星空，星图，文明猜想，这些跟缅北那片原始丛林有什么关系？他在地图上做过标记吗？只有这里，本帕门山，雨林最高峰。我哥是去了这儿吗？不一定，你去做2件事。你说。第一，去给我换瓶可乐，要可口，百事太甜。云千峰，你行，那第2件呢？可乐拿来再说。第2件事，把你记得的另一张地图画出来，记得多少画多少。我当时没太留意，只记得大致轮廓，怕是帮不上什么忙。无妨，有轮廓就足够了。现实里根本没有这样连成一片的大陆，我也想不通哥哥研究这个做什么。这就是地球的陆地啊？这怎么可能？我画不出来，但能用电脑拼出来。你去把投影仪和电脑连上，我们现在就开工拼地图。你拼的这是什么奇怪的地图？别急，马上就好。就是这个，我哥书房第2幅图就是这个形状。这是原始地貌盘古大陆，因为形如蜗牛，也叫蜗牛图。有个外国探险家说过，这图能引领人找到神迹。你哥应该是要找神留下的痕迹。之前我还看不懂这3本书的关联，现在明白了。星空的书和这地图有什么关系？当然有关，得是12000年前的星空才行。什么意思？盘古大陆时代，地球没有赤道偏角，黄道赤道在同一平面。那时候知名星是北极星，4象星宿稳坐4方，分成24区对应节气。当时的人建城、藏东西都用4象当坐标，不容易丢。你哥就是复盘古大陆和古星空找神迹，和盗墓的用风水找墓一个道理。上古先民会用区域最高山当地面指针，山间和星宿连线定坐标。这个位置就是现在的缅越地区，板块漂移时受影响最小。你哥标记的本帕蒙山，很大概率就是当时的立地指针。这7个点就是南方朱雀七宿在地面的小孔成像投影。我哥标记的就是这几个位置，一点没错。这是路线图，小孔呈现天上尾头地上头尾，正确路线应该是从景宿进，顺着鬼柳星张翼，最后到枕宿。现在得找个3D 建模高手，把盘古大陆和12000年前的星空复原，做精确投影，就能拿到和你哥一模一样的地图了。我认识做3D 地图的工作室，马上让他们做。喂，帮我联系一下那个做3D 地图的工作室，让他们把这个地图给我做成3D 的，要快。我让他们加急做，多给钱没关系，越快越好。你一个风水先生，怎么懂这么多地质、天文知识啊？太厉害了！干我们这行，学先天后天八卦、河图洛州，肯定要接触原始星空和古大陆，不然就是半吊子骗子。我真的太幸运了，能找到你帮我。你要是真幸运，就不会遇上这么糟心的事，最多算祸兮福所倚。你这个员工怎么回事？都不会哄雇主开心的。等地图做出来，就能去找我哥了。我现在特别开心。你怎么了？在担心什么？你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只有你的记忆没被篡改？如果那股力量要抹除你哥存在的所有痕迹，第一个该改的就是你的记忆，为什么偏偏留着？对啊，他连秦疏影的假家庭、假儿子都能安排，为什么留着我的记忆？秦疏影母子是 bug 的话，我才是最大的 bug 啊！还有一个可能，抹除你哥的存在根本不是他要的结果，只是原因。什么意思？下棋的人走一步看3步，落子是为了下一步，会不会你才是他的真正目标？留着你的记忆，就是为了让你去寻找你哥，
如果是这样，前面等着你的说不定是个陷阱，你还敢去找吗？敢，就算是刀山火海，只要能找到我哥，我也跳。未知太可怕了，还是无知好。走，去你卧室看看，说不定能找到保护你记忆的东西。对，我怎么没想到这个？走。把你的贴身物品给我看看。我要的不是这些，是首饰、护身符这类有磁场的物质。你故意的吧？耍流氓还装正经。算上这个，就全在这儿了，你自己看吧。好精美的刻工，指甲大的地方刻了这么多图文，有些像水书连山意。我哥说这是圆明园流失的文物，材料还没被命名，前段时间特意送给我，让我时刻带着别丢。古有3易：连山、归藏、周易。前两者是失传的人王易，能算天算地。要是真有东西护着你的记忆，这挂坠可能性最大。就一个石头图案，能有这么大魔力？比你测字还玄乎。我问你，要是我们的文明要毁灭，精英们会先把什么留给幸存者？我不知道，太难选了。第一是两种，第二是中医，第三是相对论。考古早就发现，我们之前可能有过更高级的文明。谁说连山易、河图洛书不是上一代文明留下的相对论？玄学说不定只是我们没读懂的科学而已。他真有这么强的力量？不用强，对症就行。微观世界的奥妙，肉眼哪看得透？你说我哥是不是早就预感到什么，才特意把挂坠给我？不排除这个可能。我现在就担心，哪天我醒了彻底忘了你，连约定都记不得，那不算违约吧？明天我就失忆，这深山老林说什么也不能去。从现在开始，你必须和我形影不离，晚上睡觉也得在我身边。挂坠能护着我，离得近肯定也能护着你。不过睡觉前我得把你绑上，省得你乱跑。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，这怎么还把自己搭进去了？你这还挺合身的。你躺好。江柔甲，我真不会碰你，不用捆。实在不行，我去客房睡也行啊。我是怕你半夜被人改了记忆，跑了我找谁？再废话，我就按合同算你违约啊。你把我捆成大字形，你睡哪儿？睡我身上。现在我是 Y 字形，你打算枕我右胳膊睡？你趴着。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想什么呢？命运的亏待早就标好价了，不该想的别想。男爵大人，您要找的年轻人找到了，那位老人依旧没有消息。老汉斯，他是死人还是活人？回男爵大人，是活人。确定是他？十分确定。我们拿到了他的头发和您给的样本做了 DNA 对比，绝对不会错。老汉斯，你说死人能复活吗？我的信仰告诉我，那只有主能做到。那就是不能。叫人盯着他，一举一动都汇报给我，别让他发现。是。
你不是死了吗？为什么还活着？你身上到底藏了多少秘密？我真的很好奇。完了完了完了，这画面也太像那个典故了。万一他醒了，突然忘了我哥怎么办？我得盯着。盘古大陆的高清版蜗牛图传过来了，收拾东西准备出发。好啊好啊，我早就等着了。别高兴太早，原始雨林不比市区，东西得备齐。我现在就让朋友去办，你先陪我去趟精神病院。之前所有人都觉得我疯了，我是办了住院偷偷跑出来的，现在要出远门，得办出院，不然帮我的医护要受罚。你是我临时监护人，到时候得签字。江医生，真是麻烦你了。没事的，应该的。发什么呆呢？过来签字啊！哦。5米多长的车身，300L 大油箱，续航1000多公里，这越野性能，没大树拦着都能直接进森林开啊！柳叶破甲枪头，击竹木笔的杆，这是前朝的老古董啊！你这朋友真能找着好东西。我也有武器，定制碳纤维款，你试试威力。这威力比步枪都狠，以前有这个我都敢上山猎老虎啊！等会儿顺路去我店里取点东西。咱们去原始森林带这些东西干嘛？有备无患啊，万一你哥找的神技是古墓呢？哦对，万一有僵尸野鬼，正好用来驱魔，我电影里都看过。你想多了，这些东西从古至今就一个用处。什么用处？壮胆啊！原谅我这样三八地放纵。这车越野是强，开着是真累啊。睡会儿，等下换你开，别喊不醒。后面有辆黑色迈腾一直跟着咱们。别神经兮兮的，真要拦我们早出不了车区。这条线一半都是自驾游的，路线重合很正常。女生第六感很准的，她就是跟着我们。那咱们试一下就知道了。怎么试？咱们刚离上一个服务区，正常不会再近。现在我们拐进去，他还跟就有问题。要是没跟，你开4个小时车，还给我按15分钟肩膀。成交。要是他跟了呢？后面7个小时我开，我给你按15分钟肩膀。跟了吗？没了吧？哈哈，快去开车。跟着呢，他躲在货车后面。你把车门锁好，我下去看看。开门啊，有事儿。啥事儿啊？第一个服务区我就看见你车顶有个阴影，我开双闪你不理我，想超车我媳妇儿不让开快。刚才进服务区你们跑太快，我没追上。刚才路上我又看见车顶有人影，不说我心里不踏实。怕是小孩贪玩或者小偷，我可不在你后面跟着了啊。多谢啊，兄弟。他肯定是跟踪败露编借口呢，你还信？你伸手进去试试。热的。刚才确实有人藏在车顶，趁他说话的功夫跑了。是什么人啊？我们碍着谁了？如果是和找你哥有关，那你哥消失大概率是人为的。接下来的路，怕是不会太平。那我们现在怎么办？你去开车，门别关，我在下面看着。确定没人爬上车顶，我再追上去。
你怎么在这儿？莹姐，帮你们买装备的是我表弟，我知道你们要做什么，带我一起，我也要真相。之前语音的内容他果然听见了。对不起，莹姐，我不是故意要。我不接受道歉，也不会原谅你。你毁了我的生活。我就是个精神病。秦女士，她就是个精神病。叫我秦小姐。秦小姐，我们要去的地方很危险，我照顾不了2个女生，你在家等消息行吗？我们回来第一时间告诉你所有事。我在家待着会疯，我现在连死都不怕，还怕危险？我是医生，荒野里你们肯定需要我。小柔给你多少钱，我也出同样的一份。好。我来开车。这下好了，2人轮班开车，我彻底解放了。太危险了，去不得。这季节山里瘴气重，给多少钱都没人敢去。咱们戴了过滤面罩，瘴气伤不到人，就是找不到向导麻烦。你们要进丛林，我带你们去，价钱10万。好，成交。你看蒙绕那戒指没？上面是上等兵种，最少值100万。不可能吧？他一身首饰看着都像假的。穿过这片丛林，一直往前走。我从小在真货堆里长大，眼光不会错。能不赚钱吗？进山的都是你这样的冤大头，你对我怎么没这么大方？怎么回事？运气不好，前面路被山体滑坡堵了，剩下的路走不了。你们要去能看见本帕山的地方，离这不远，5、6个小时就到。今天走不了了，天黑进山会死人，明早再出发。这是毒瘴吗？不是，毒瘴是一团团的，浓得很，这就是普通雾气，没事的。嚯，这烟真冲啊！你去干嘛？去上个厕所。车里有，野地里危险。外面空气好，我大号。蒙绕大哥，每年进山的人多吗？不多，1年1、2波，大多是徒步的，还有地质队的。今年我们是第1波吧？哪能啊，你们都第3波了。几天前有伙年轻人进山，没找向导。2月前还有4个小伙子说找占卜古城，就找我问了过路。领头的姓姜，出手特别大方。2月前那领头的，你知道叫什么吗？不知道名字，就知道姓姜，长得挺精神。他是不是眉心偏左有颗红痣？对，是有颗痣。你们还真认识啊？那他们后来回来了吗？这我真不知道。很多人从这进山，从棉区那边出山，没法查的。云千峰，你判断的没错，我哥真的来过这里，他没消失。原来江丽云真的存在，我之前的记忆全是假的。那他们去的地方和我们一样吗？我不知道，他们只问了进山的几条路线，别的没说，神神秘秘的。先回车上休息，养足精神。明天我们就进山找你哥。蒙绕大哥，你把当时江先生问的路线指给我看看。江玉玲问的路线一西一南，中间隔着竹山，根本没法横跨。我之前用朱雀星宿定位的坐标都在野人山外围，要是他走了西向的白虎星宿路线，那可是野人山深处。当年3万远征军进去，只有3000人活着出来。云千峰，为什么蒙绕能记得我哥？他的记忆没被篡改？可能是他不知道你哥的全名，也可能是篡改记忆的存在不敢大范围修改。毕竟要让一切逻辑自洽，需要巨量计算。不管是哪种，至少证明他不是万能的。真的太可怕了，一个人记忆被改了，自己却完全不知道。这没什么奇怪的，就像我们梦到故去的人，也不会意识到对方已经走了。人的大脑本来就很复杂，
快睡吧，明天还要早起。好吧。这才是真的爬山啊！我腿都快断了。亏得有这条野路，不然咱们得在林子里摸蝎。这就是当地人说的石楼，太壮观了。哪来的香味？跟泡在百花酿里似的。奇怪，谷里一丝风都没有，香味从哪儿飘来的？林子里野花多，香味有啥稀奇？趁着天亮赶紧走，别耽误功夫。你们就没好奇，这石龙谷里咋连个活物都没有？对啊，为什么没？因为千百年前占人的巫师在这下了降头，活物进来都得瘫着等死。刚才那香味可不是什么花香，是这石头缝里冒出来的毒瘴。毒瘴不一定都臭，香的才最要命。我当向导20多年，从没见过你们这么俊的女娃，一个软乎乎的，一个俏生生的，真招人疼。你们别害怕，等会儿让你们知道阿哥的好。这谷里不能剧烈运动，我带你们去个好地方。至于这个男的，就在这儿慢慢等死吧，野兽不敢来这儿，安全得很。乖乖听话，我舍不得杀你们。昨晚见你从家里跑出来，我这心就跳得不行，就想看看你长啥样。我要把你碎尸万段！你抽的不是烟叶，是鬼灯魁结草木瘴气的。当年诸葛亮七擒孟获，靠的就是这个。你什么时候采的？昨晚大号的时候采的，一直含在嘴里防着你。为什么？为什么防我？不告诉你，带着遗憾去死吧。慢慢嚼碎。云千峰，你裤子湿了，得换。那什么，我也是。现在下午了，咱们状态不好，今天不赶路，我去石龙库捡背包，你们在这等着，这里安全。不，我跟着你去。你们转过去穿好衣服，我拍一下现场，回头报警用。累死我了！你终于回来了。这是我找到的解毒药。你是怎么发现蒙绕有问题的？这多亏了江如甲同学的提醒。我什么时候提醒你了？你别乱讲。你说这戒指是真货，最少值100万，我就怀疑了。一个向导哪会买女款翡翠戒当伪戒？我当天没声张，只做了防备。为什么不早告诉我们？我们3个在房车里的时候你不说，非要等出事。我那是没办法呀，告诉你们也含了解药，我哪知道毒发该是什么样，怎么骗得过蒙绕？把我们当诱饵，你有没有良心啊？我们在里面遭罪，你在洞口看着是不是特好看？混蛋，混蛋！哎呦，别打了，他不脱裤子，我哪打得过他呀？混蛋！这禁烟带骚不知害了多少人，上交是应该的。不对，戒指当证据就行。这时候他耍什么流氓？现在不怕了吧？只要射中熊身就行，不用强求一击必杀。不对，棕熊没这么聪明，是被蒙绕的尸体味引来的。我该把尸体扔远点的。
用弓箭掩护我，我出去看看情况。射他，和他拼了！云前锋，那棕熊没反应。我看见了。看见什么？熊！你们过来吧，没事了。这家伙死透了。是他射死的？不是，射箭之前他就死了。你看箭伤的地方根本没流血。七窍流血，这是怎么回事？难道是蒙绕的羽魂？难道真的是古战人的降头诅咒？不到最后，不考虑那些玄乎的，会不会是中毒？毒度能造成七孔流血的只有五步蛇，但熊身上没有咬伤出血点，能排除。昨晚熊到这儿之后没发出一点声响，是瞬间死亡，没有这么强的毒物。人类不了解的毒物未必不存在，降头本质上应该也是基于毒。他说的有道理，玄术主究逃不开客观规律。都把衣服穿严实，别给毒物可乘之机。不对，熊鼻孔的血里怎么泛白？是脑髓，不是毒死的，是头部受外力震碎了大脑。头骨完好无损，不是外力重击，那怎么会把大脑碎成渣？会不会是什么东西从鼻孔钻进去，在脑内搅碎了大脑？蛮力开龙会破坏内部结构，我来。整个大脑碎得非常均匀，没有碎孔，不是外物钻入造成的。但头骨完好，又否定了外力击打的可能，这说不通。或许我之前的认知太贱了，降斗可能真的超出我们的想象。理智告诉我该往回走，可把两个姑娘扔在山里，我算什么男人？可那未知的东西连棕熊都能无声杀死。别吵了，让老天决定。水山剑卦变卦雷水解，险在内动在外，还真说中了我现在的状态。解卦说利西南，无所往其来复吉，有无往速吉。看来我要去一趟西南方向了，只是不知道这一去。你哥不是他亲哥，他没义务回来，不用怕了。水太魂看不出深浅，我没在这么急的水流里游过，你行吗？我没游过野泳，学校都不让我们去河里玩的。绕路肯定不行，只能横渡，得找漂浮物。用那个行不行？这个能承重。小柔，你把咱们俩的背包都绑到枯木上。
一会儿我拽着绳索走前面，你扶着枯木跟在我旁边。水凉最多感冒，我包里有药，别怕。好，我跟着你。难道我就这么死了，再也见不到哥哥了？记忆还没找回来，我不能死在这里。嘘，水姐，咱们怎么办？咱们昏迷的时候他没动手，应该是好人。我身上没异样，肯定没被欺负。你呢？我也没有。那咱们打声招呼，问问是谁。您好，能不能把我们的衣服递进来？我们想当面谢您的救命之恩。等会儿，衣服还没烤干呢，现在穿容易得病。云千风，你滚！我们不需要你救，你走，滚回去！你再骂一句滚，我现在就钻帐篷里去。别闹，他真进来咱们更尴尬。秦舒莹，你俩看看有没有发烧，温度计放枕头边了。好，知道了。我发烧了，38度5，小柔没事。我包里有退烧药，麻烦你递我一下。你们俩的包跟着木头被冲跑了，我没追上，药没了，我想办法。那食物呢？我们的补剂都在包里啊。别急，我包里还有点压缩饼干，够撑2天。是折返还是继续往前走？你们俩慢慢商量，不用急。别担心，有我呢。好，我们商量好了告诉你。算了，既来之则安之。都喝满一杯，把体内寒气去了。秦医生，你把上衣脱了，我用鸟不帐给你木灸退烧。不是艾灸吗？木头也能灸。这是壮阴木灸，散寒祛湿效果比艾灸好。我之前还说自己是队里的医生，现在看来他好像不太需要我。不对，我解剖比他厉害，这点他比不了。我们商量过了，还是继续往前走。行，我去准备午饭。这闻着也太怪了。现在物资紧张，省着点吃。第一个坐标点离这儿只有200米，吃饱了就出发。背包我和小柔轮着背，你得留着体力保护我们。你们在这儿等着，我爬上去看看周围情况，坐标可能有误差。发现什么了？说出来你们可能不信，我好像看见一盏电灯。这是我哥的地图，右下角还有他的衔章印，他会不会就在附近？他们离开很久了，应该是遇到紧急情况才没来得及带走东西。你别担心，这里没血迹，他们应该没出事。我去后面看看线索。别慌，我们一起等消息。这绝对是我这辈子见过最恐怖的死状。石洞后面有具尸体，不是你哥，是个女的，但死状很诡异。秦小姐，麻烦你跟我过去看看，能不能找出死因。天哪，他在笑。没错，笑得还特居然是别开心。干尸，这里可是高湿度的雨林，怎么可能？别找了，地表没有伤口。消化系统完整，也没填充干燥剂，怎么会形成干尸？你看，这些位置全是污泥和碎叶子，他死前分明在拼命逃跑，
这种处境怎么会笑得这么开怀？都别出声，小柔把你的匕首给我，我要解剖。结合环境湿度和尸体保存状况，死亡时间不超过1周。要是时间再长，就算是干尸也早该发臭腐烂了。天哪！尸体是从内部开始快速流失水分的，速度快到无法想象。这怎么可能？你确定吗？人的皮肤脱离生命体后还能存活，会根据环境调整状态自保。这具尸体的皮肤脱水，但保留了油脂，说明是内部先干的，皮肤才会分泌油脂自保。如果是外力风干，皮肤会先形成硬角质层，这具完全没有，说明外部环境没威胁。可是外部没有伤口，怎么会从内部脱水啊？难，但也不是不可能。或许伤口不在表面。你们看这里，钢尖有撕裂痕迹，只是脱水太快，没流出血。这里也有破损的痕迹。看这里，迷膜膜也被撕裂了。喉咙深处有刮痕，像被钢丝刷擦过。耳孔也有伤痕，耳膜完全被洞穿了。也就是说，有东西顺着他身上所有的孔洞钻进去，快速吸干了他体内的水分，才在雨林里形成了干尸。会不会是他看到有人来救他，刚笑出来就被杀死了，所以笑容留在了脸上？你看他眼部的状态，是真的发自内心的幸福的笑。如果是被偷袭，哪怕当时在笑，眼部也会瞬间出现惊愕的表情。这具尸体完全没有，也就是说，他是一边被残忍杀死，一边还在幸福的笑。我以前看过一部动画片，里面的女生都是特别开心的死的。里面有出手怪。你俩闭嘴！神经毒素和物理作用配合的话，也有可能造成这种死状。手机都正常，声音是这台对讲机发的，附近还有其他尸体。又是干尸，脸上还带着一样的笑。秦小姐，你看这还能是物理作用吗？原理一样，而且更直接。所有孔洞都有探入痕迹，是快速脱水形成的干尸。不过这具死亡时间更早，皮肤内脏都受潮溃烂了，按温度湿度判断，死了快2个月。所以这不是我哥。之前蒙绕说过，我们之前有2拨人进山，一波是江玉玲他们2个月前进的，另一波是几天前。这2具干尸应该就是这2队的人。重点是他们遇到了同一种危险，我们也大概率会撞上。那我们快离开这里啊！来不及了，天马上黑，走不远，先找地方藏，跟我来。你们看这些发霉的睡袋，拉链全是扯开的，说明他们逃的时候正准备睡觉，危险是夜里来的。再看这些篝火残炭，是从洞口往洞内散射的，说明危险是从有篝火的洞口过来的。一般野兽怕火会从后方偷袭，人也会往有火的洞口逃，但这里刚好相反，证明这东西不怕火，甚至趋光。那我们不生火，关掉太阳能灯，就不会吸引它过来了。错，我们要生一堆大大的篝火。他疯了，明知道危险趋光还要生火，这不是自杀？你们俩去砍点绿叶多的枝条，丢到那边山坡下，小心草里的毒蛇，动作快点。我来吧。先去远处上个厕所，今晚大概率出不了帐篷，没排干净只能在里面解决。别问原因，能活下来明天再给你们解释。现在开始别说话，别出声，累了就睡。忍着。是鬼，一定是鬼。丛林生物找食物靠什么？眼睛、耳朵、鼻子吧。没错，光线、声音、味道，还有超感官。昨天不确定飞头靠什么被吸引，把吸引他们的东西都放在远处，
既能藏住我们，还能测试他们的追踪方式，一举两得。所以你把我们的衣服分放3处，让我们去远处解手，是测嗅觉。那声音怎么测的？这摄像头带小喇叭，我昨晚放了一宿，忐忑。飞头不去灯的位置，不去放衣服的地方，也不靠近喇叭。他们不靠眼鼻耳找猎物，是靠超感官的温度。没错，他们找的是异域环境的温度，所以专钻人体孔窍，那里散热最明显。他们只能夜间活动，白天阳光晒的周围温度均衡，他们找不到目标会迷失。天黑出没鸡叫龟，专吸热血，才被民间传成吸阳气的鬼。本来就是鬼啊，一个脑袋飘着多吓人。不一定是飘，大概率是飞。你们见过没听觉的生物会叫吗？昨晚的呜呜声不是他们叫，是高速扇翅膀的声音。翅膀黑，夜里看不见，才像飘的人头。现在有个好消息，我知道江雨林去哪儿了。我哥去哪儿了？昨天我看了你哥遗落的地图，上面的坐标不是路线，是个范围。他以2个坐标线做镜像画了个方形，用河图9宫格分成9份，目的地是正中间的武士铜土为土居中。他确实在找一座城。离这里远吗？不远，脚程快的话2天肯定到。那我快点吃，吃饱了咱们马上出发。那坏消息是什么？这是清初岳中名僧大霄和尚在缅岳弘法的见闻记录，上面写着：占班补罗信奉婆罗门，拔德罗拔妈一世在位时建了3座神庙，分别祭祀梵天、湿破、鼻锅如。其中祭祀梵天的神庙建在火鸟拱照之处，用黄金宝石铸造，方圆超10里，规模和城一样，所以叫黄金城。黄金城只有一个入口，由叫飞头蛮的魔神守护，擅闯必受诅咒。大桑和尚记录的飞头蛮，就是夜间出没，没有身体，只有脑袋飞来飞去，夺人阳气的怪物，和我们昨夜见的一模一样。火鸟拱照说的是朱雀七宿的方位，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。也就是说，我们要去黄金城，必须主动闯过飞头蛮的防守。我哥性子那么倔，认定的事儿绝不会回头，他会不会已经……放心，你哥肯定已经进黄金城范围了，最起码闯过了飞头蛮这一关。我现在还没法给你解释原因，但你该信我的预测能力。我信你。行了，收拾东西出发。来都来了，不去黄金城摸颗钻石给未来媳妇嵌戒指，我这趟不就亏大了？前后2支队伍，其实是1支，对吗？大概，也许，应该是的。那也就是说，这2个人都是江雨林害死的。树下男人的死是意外，是第一次遭遇飞头蛮，被人拖去树后安置，或者刻意隐藏。那个女人的干尸和其他没找到的尸体，才是被害死的。而且不能定是江玉林干的，还是他所在的团队干的。他队伍里有个既聪明又狠辣的人，只凭一次意外，就推断出了规律。这个人很可怕。江雨林他们遇到飞头蛮后，知道要进黄金城就得先过这关，于是退到有信号的丛林边缘，花钱雇了第2支队伍当诱饵，用信号放大器遥控他们走到三角石洞，生火引开飞头蛮，他们趁机进黄金城。这是用人命开门啊！这些事要真是江雨林干的，小柔肯定会特别伤心。她拼命找的哥哥，竟然是这样的人。在生与死的抉择里，人只会选真正的自己。你、我、他，我们都是在找自己，和江雨林本身没关系。我回来了。全是第2支队伍的人，你想到怎么闯过飞头芒那关了吗？完全没头绪。我在想古战人是怎么进出黄金城的，总不能每次都要活人献祭吧？按古人的道德标准，还真有可能。那我们就只能硬闯了。一想到这儿，我屁股都疼。硬闯能行吗？3个飞头蛮几秒就能把棕熊吸成干尸，我这样的估计1秒就没了，最多跑3步，最多 pose。找不到办法，你们俩很开心吗？是有一点，就是开心，莫名的开心。是啊，我也很开心。可是为什么？这笑容不对，和那些干尸脸上的诡异笑容一模一样。你们俩别笑了，清醒点。云千峰，你怎么这个表情？
我们笑得很丑吗？他们都说我笑起来很好看。看看你们俩的表情，都不对劲儿。我看到我哥了，哥，我在这儿呢。哪儿呢？你哥在哪儿呢？前面只有块大石头。你瞎呀！就在那儿站着呢，你快放开我，我要去找我哥，他在喊我呢。哎呀，云千峰，你别这样，别碰那里。云千峰，不要。小柔看见了怎么？快半个小时了，我们怎么还在这儿？云千峰，你绑我干嘛？先支帐篷，别淋感冒了，之后再说。把湿衣服脱了，钻睡袋，别着凉。秦小姐之前猜的没错，干尸带效是中了神经麻醉毒，会产生幸福幻觉。你们消失的半小时，是也中了毒，出现幻觉。我们没接触飞头怪，怎么会中毒？应该是粉尘传播，飞头蛮的毒素附在粉尘上。没错，大雨一浇你们就醒了，毒素是粘在你们头发和身上的。你只说我们中毒，你自己呢？我没中毒。我们一直在一起，没理由你没沾到有毒粉池啊。可能和我身上的毛病有关。秦小姐知道 DMT 吧？知道，类似神经递质，每人都有极微量，和这事儿有关。我大学毕业那年跟探险队去非洲，遇险严重脱水，受了重创，局部失忆不说，体内 DMT 值是正常人的9倍。原来如此，你身体能抵抗这种麻醉，怪不得你这么聪慧，原来是这个原因。这和智商有关系？这和智慧有关，不是智商。特斯拉、拉玛柔西都是这种体质，连庄周梦蝶都可能和这个有关。你有什么特异能力吗？我摇卦特别准。正常，印第安部落的巫师大多是这种体质，都是大病之后获得的能力，专门负责卜筮。那天咒唱诗人是不是也是这种大病后不识字也能唱1000万字史诗？暂时没相关研究，但可能性很大。现在重要的是云千峰不怕飞头蛮的毒，我们胜算又多了一层。我刚才没出丑吧？没有，就是把远处石头认成你哥，要过去我才绑的你。那还可以。淑英姐刚才做什么了？我都没被绑，能做什么出格的事儿？啊，对对对，果然我最稳健，产生幻觉都这么得体。医学院高冷系花可不是白叫的。你们先休息，我去远处生火烤衣服，之后赶路。云千峰这个大坏蛋，不会拍了我出糗的样子吧？你拉着我干嘛？我哥叫我，你看我哥都胖了。不要，不要碰！云千峰，你不要！流氓，大坏蛋，抱紧我！那个，抱紧我。云千峰，你给我滚进来！云千峰，秦书红是我准嫂子，你怎么能对她做那种事？你看，我当时拿着手机拍摄，我什么都没做。那你怎么能对云千峰起那种心思？我记忆被篡改了，根本不记得你哥是谁。那你也该幻想你老公，凭什么幻想云千峰？你有问题。我休息一会儿，衣服烤干了叫我。江柔讲，看好他，必须短见。好喝，真的太好喝了。怎么有咸味儿？你在哪儿弄到的盐？那边向阳乱石堆长着严肃木，树皮刮点就够味儿。这烤串像蚕蛹，味道真不错。今晚我们在那裂缝里休息，你们砍些树枝把血口堵上，只留小出口。我去远处生篝火，引飞头妖的注意力。希望能躲过这一劫。好了，
你怎么睡中间了？我感冒没好，睡边上总觉得有冷风吹。云千峰，我们明天真能到黄金城入口？不出意外的话，明天中午之前就能到。我比你大3岁。啊？这怎么了？没事。重新做 DNA 鉴定后，我给自己做了检查，我没怀孕过，更没生过孩子。所以你才笃定记忆是假的，你做事确实稳。去年6月，我虚假记忆里的丈夫去国外办事，快9个月没回来。我被篡改记忆应该只有1个多月，对吧？这东西就是吸干那些干尸的元凶。别看了，太恶心。我们必须了解它，才能应对。篝火能吸引他们，但还没完全遮蔽我们的热源，只要在安全范围就没问题。今晚先睡。要下雨了！篝火要是被浇灭，我们的热源就暴露了。等下飞头蛮要是过来，你们俩绝对不能出帐篷，用睡袋把自己裹严实。我出去驱赶，赶不走我就回来，别出来帮我，记住没有？这鬼东西的口气居然能伸2米长，还会拐弯偷袭！我靠！我靠！哥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云千峰，我想你。糟了，戴着面罩都中毒了，完了！数量太多，硬拼根本没胜算。毒粉对我无用，只要撑到天亮就有救。我还活着，居然撑到天亮了。哥哥，我找到你了，云千峰，别死！云千峰，你干嘛？别慌，他是在帮我们清毒。你们明明戴了过滤面具，怎么还中了幻觉？是皮肤渗透中毒，毒粉和飞蛾粉一样细，能钻进皮肤，面罩没用。不对劲儿，我昨晚只是左右晃头挥刀，范围有限，不可能杀这么多。你都累到意识模糊了，哪记得自己砍了多少？说不定是死的飞头蛮被同类挤出来，你没印象很正常。你头上黏糊糊的是什么东西？肯定是飞头蛮的粘液，我去洗一下。你们俩快过来！你们用左脚在这里踩一下脚印。昨晚除了我们3个，还有第4者来过这里。温
温泉和黄金城入口有什么关系？飞头蛮靠温度差变位，巢穴在恒温的温泉源头，所以温泉源头就是黄金城大门。只要你哥的坐标没错，沿西往上走就到。那咱们怎么闯过去啊？先拆帐篷睡袋，用布料裹住皮肤防中毒。光防中毒不够，还得防吸血，也要堵上。我可以，你们不行，得想别的法子。战魔时期这儿有个乌戈国，我有办法了，跟我来。你们把砍断的藤条拽下来，泡温泉里，小心有蛇。这么好的温泉，你们还不赶紧洗个澡？洗完干活。就在我身边洗，别走远，我照看得到，我不回头。抓紧时间，随时有危险。天黑前工作量不小。用长枪敲敲衣服，别有毒虫钻进去。你说要造什么人力坦克？那是什么？乌嘎国的藤甲兵知道不？被诸葛亮烧的那批。你要做藤甲，可藤甲的缝隙能堵住吗？温泉泡软的藤条做不了正经藤甲，堵不住缝隙。那你打算怎么做？做个移动的藤条堡垒，咱们站在里面抬着走，保持安全距离就行。飞头芒的口技够不着咱们。石洞大小够咱们的堡垒进去，就是不知道里面宽不宽。都检查好，别流落在外面的地方，防中毒。装备没有问题。既然如此，那就准备行动吧，小心点。掌灯，缓缓向前，距离足够，最多被舔一下。稳住，别怕，一定要稳住。下把就快点走，藤筐撑不了多久。他钻我裤腰里了，他卷我头上的手电。不要手电了，出口就在前面不远。云前锋，怎么办？抬不动了，藤筐要垮了，怎么办？你们俩准备好，听我口号行事。开弓，前进！你们俩蹲下。出口太小，藤筐进不去。把背包扔了，等下我翻开藤筐，你们俩就往那潭水跑。藤筐堵在这儿能拖几秒，跳进水潭就活了。起！前锋！是谁不重要了，我尽力保护他们到最后了。醒醒，到天堂了。不，这肯定是地狱，又臭又热。死亡是这种感觉吗？毫无痛感。他们都瞎了，咱们得救了。为什么会这样？难道真有神灵不让这些东西靠近神庙区域？飞头蛮靠温度感知，这里高温相当于给他们照强光，自然就瞎了。古人太有智慧，用飞头蛮守门，却让他们永远进不来。这天坑直径才50米，根本放不下黄金城。这里肯定还有别的入口，不然空间太小，不可能是神庙所在地。对，就算神庙塌了，也该有残白。这里太平整干净了。等天亮仔细搜，你哥他们要是来过，肯定会留痕迹。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看这个，
看姜柔甲的表了吗？看过了，3块表时间一致。怎么可能？都上午10点了，怎么还挂着月亮？时间不可能静止，是我们看到的是假象，得弄点火把。先把衣服穿上。你们看，这里有玻璃瓶和罐头盒，有草药味儿，应该是你哥他们留下的。这是亚马逊盖丘加部落的死藤水。死藤水是干什么用的？我之前在大脑频率研究团队做药物分析，专门研究过这个。印加巫师沟通神灵用的，能调整大脑接收频段，让人看到普通人看不到的东西。只有一个空瓶，说明只有一个人喝了。看罐头数量，最少来了5个人。喝的人肯定是巫师，只有巫师喝了之后能保持清醒。看来我们是被算计来的。你懂死桃水，我正好是巫师体质。可我们没有死桃水啊，而且之前仪器检测过，巫师看到的都是假象，现实里不存在的。如果我们现在看到的才是假象呢？反过来想，一切都是相对的，假的对面再离谱，也一定是真的。这是死藤水的空瓶，江玉林他们留下的。我们的感知被场域干扰了，看到的都是假象。你的意思是这里的特殊场域改了我们大脑的接收频段，所以清醒状态下也会产生幻觉。江玉林他们是用死藤水调整频度才能看到真相。对，只有我这种巫师体质的人，在调整频度的时候还能保持清醒，才能找到真正的黄金城入口。可是我们没有死藤水啊，外面飞头蛮的毒粉能不能代替？不行，那些毒粉成分和死藤水完全不同，而且对云千峰的体质没用。我们解开了原理，却没有钥匙。我有办法，有点危险，需要你帮我保命。什么办法？太危险就别做。是啊，我们再想想别的办法。不做我们就困死在这里了。秦小姐，麻烦你把内衣脱下来给我。放心，你外面穿着打底衫，不会走光。用这件外套把我双手绑在后面，绑紧点。接下来把你刚才的内衣塞进我嘴里，堵到喉咙。我会进入窒息状态，你盯着我的脉搏，到极限之前把衣服拽出来。我的命交给你了。不行，这太危险了，我没办法精准判断你的极限，万一出意外怎么办？我之前溺水窒息的时候，试过体内的特殊力量飙升，那时候我能看到平时看不到的东西，这是唯一的办法。相信我，赌上。还不够，再赌上。不行，再这样你会被憋死的。少废话，赌上。大不了我们一起死在这儿，我不陪你疯了。金色？什么金色？我们怎么看不到？你看到黄金城了？对则属阴金，阴金怕火克，见火则引。这里的阳火就是光，就是池水里的镜片。这么黑，咱们得摸黑走了。用这个照明。我还想拿出来显摆，没想到这俩也是个藏货。这珠子在绝对黑暗里能照清2米范围，足够用了。别紧张，自动关闭才正常。你哥他们进来也不会主动关门。那一会儿怎么出去？先天八卦的入口和出口不会在同一个地方，找到你哥他们就知道了。走吧。
108个台阶，一个台阶30公分，这都30多米深了，难怪这么冷。咱们靠右边走，免得原地打转。上古的人好残忍，把战败的首领分尸，还埋去不同的地方。奇怪，其他尸体都有血线，唯独被分尸的首领没有。血线？可能那个首领根本不是人，所以没有血。你们仔细听脚步声的回响。每个脚步声回响一短一长，咱们在石廊里。我也是这么猜的，扔个夜明珠试试。果然是石廊，我再往远处扔一个探路。前面应该是拐弯，地面很平，咱们走快点。门是虚掩的，地上有脚印，肯定是我哥他们留下的。咱们快进去吧，这门太吓人了。当然吓人，这不是画，是象形字。上面写的是什么？你前面解释说，戴面具的巫师起舞是鬼字，双手持木棒钱罐是官字，刻在门上只有一个意思。用这个名字给大门命名，里面绝不会有什么好事，都小心点。这种木舟我在江南水乡博物馆见过，是良渚文化时期的，距今5000多年。这条在神迹里，岁月只会更长，最少12000年以前的。什么样的木头在水里泡1万多年还不腐烂啊？我也看不出材质，就连牵引的绳索看着都韧性十足。河水浑浊浓黄，还真是鬼门关后的黄泉路啊！的确是黄泉路。这木舟到了对面，没人就会飘回来，是有去无回的路。上来吧，咱们3个早就没有回头路了。你坐着吧，不会有那股劲儿，再把木舟弄翻了。鬼门关配黄泉路，这些绿光该不会是彼岸花吧？怎么看着像微观植物造景？上面长得还像发光的微型热带雨林。那不是植物，是发光真菌，靠氧化荧光素反应发光，基本都有剧毒，千万别碰。你们看，每块发光真菌的轮廓，是不是很像一个人的形状？还真像，胳膊腿脑袋都有，像个躺在墙上的人。把木舟稳住一会儿，我看看那是什么东西。别用手碰。放心。掀开了。江柔甲，你把夜明珠往前拿，我看看这东西到底长在什么上面，韧性这么大。那是整张从后背切开的人皮，脸朝石壁趴着，真菌却长在人皮脊头上。快走，快点离开这条水路，这不是人待的地方，这是地狱！终于看到光了，再滑下去我胳膊都要断了。加把劲儿，那火光就是出口方向。这桥看着怪瘆人的，不会是奈何桥吧？正好去瞧瞧孟婆长什么样。我们都上岸了，还拉着船干嘛？之前说那个跟踪的人可能是贵人，都是骗你们的。一落他拿我们当探路的工具人，到这儿正好把他甩了。没了船，他总不敢游着黄水过来。对，
这水看着就邪性，他敢下去才怪。等下，我听听。别费力气了，下面连着锁链，有滑轮卡着，只能前后滑，拉不上来。我这刀能砍断钢筋，这船什么材质？刀属阴金，克木泄土都没用，火金也挨不住水泡。这绳居然属水，万物都在五行里，总有法子克它。你倒是快点想啊！这石头桥凉死我了。你说什么凉？不对，这桥也太干净了，半点灰尘都没有。幸好这段时间没洗澡，刚才划船还出了汗，正好有存货。你要这泥球干嘛？女娲用土造人，人身上的泥是土之精华，正好克水属性的东西。成了，你们俩也快搓点泥出来，这点不够用。长这么大，我从来没干过这种事。嚯，你们俩存货比我还多啊！云千峰，你少废话，要不要？要，多谢二位贡献。松手，让船飘回去。你不把绳弄断了？现在弄断了，他看见船坏了就不上当了。等他上了船，走到半路，绳再断才有意思。之前用泥搓出的那些黑色物质，还有这些消失的沙粒，这是什么原理？太神奇了！说白了就是土克水，一物降一物。这地方没有尘土，说明尘土是这里的克星。剩下的泥咱们收好，后面没准还用得上。那我再搓点儿，我感觉还有不少存货呢。都别喝，水有问题的话根本扛不住。等下，有血腥味儿，味道是从巨石阴影那边传过来的。还活着吗，兄弟？你们在这儿等着，我过去看看。这衣服和我哥他们的队服一模一样。已经死了，颈骨折断，后背和肩膀的骨头全断了，应该是受了剧烈钝击。背包缓冲了撞击，惯性直接拧断了脖子。血迹起点在5米高，他身高1.8米，等于被撞飞3米多。这里哪来的汽车？不对，被撞的话身前也该有骨折，他没有，是被人抓着抛飞，后背砸在石壁上的。那难不成是吊车？检查地面有没有脚印和血痕迹，没有血痕就好，说明其他人大概率还活着，能逃掉就不是必死的局。先把能吃的牛肉捡了，我们急需补充能量。轮班小睡1小时，行了我们去找你哥他们。周家你先放哨，我第2班，分2段睡就行。这么快到换班了？待着别动！快跑！是诈尸，这东西在食用身体。林千峰，他追上来了！见鬼了！难道我就要死在这儿了？
寄生人皮。快走吧，抓紧找到你哥他们。要再来一个雅静，我可能护不住你们了。雅静，刚才那东西你认得？那东西叫雅静，是传说里最可怕的邪物之一。但他们生前其实都是值得敬佩的人。雅静本身也属于巫师，但不同的是，雅静不是活着的巫师，但也不是死亡的。什么意思啊？雅静是自愿永恒守护，亦或是镇压神的巫师。巫师自愿决定守护神之后，会被带到安放神的躯壳之处，然后将他们的皮活着扒下来，用秘法将杀戮的欲望封印在那层皮之中。一旦有人进入神禁之地，他们就会苏醒，无情地杀死一切入侵者。蒲松龄的《聊斋画皮》创作灵感就是源自于此传说。为了信仰可以舍弃生命，这的确是挺让人钦佩的。你刚刚说过，这些神迹至少是12000年前的，雅静近万年不朽，真有神命？不是神力，应该是生意技术。刚才的人皮造景就是沉睡的雅静。我看苏醒的雅静皮内侧有浓黄粘液，像是年菌，由发光根菌演变的。你的意思是，雅静是活人皮和特殊年菌的共生体？皮肤离开人体，只要保存得当就能存活，这是制作雅静的基础。他们用特殊年菌代替欲望和能量供给体，就有了只有杀戮欲的雅静。这逻辑说得通，可惜年早已经化灰，不然真想带回去研究。幸好秘法只强化了年菌的失血特性，不然凭年早的智力更难查。是啊，年菌可以说是地球上最聪明的生物了。雅静的存在我不意外，但是神躯需要守护，这点很耐人寻味。这有什么奇怪的？明星出门还带一堆保镖呢。明星雇保镖防的是人，人和人力量相差无几，可神应该比人类强大太多，怎么还需要人守护？只有一个可能，人类也能伤害到他。还有第二种可能，这只是沉睡的神躯，意识没法回归，甚至神早就死了。这神迹根本就是神物，死了的神没法反抗。还有可能，神根本不存在，是有人装神弄鬼，怕秘密被发现。这些你哥他们肯定早就分析过，所以才敢来毒神。但他们到底图什么？绝不是爱好就能冒这么大风险的。以前只以为哥是喜欢上古文明，现在想想好像真的不对。这些石像的鼻子怎么都被打掉了？应该和古埃及神像一样，代表神被信徒抛弃，不再被信仰。你们看，那些石像都没被打掉鼻子。蛇虫、禽鸟、兽形3类，只有岁月侵蚀的痕迹。这神像怎么这么新？像是上周刚雕的，根本不像1万多年的。林千锋，你怎么？怎么趴在这儿睡着了？还做了那么古怪的梦。200万雇我去探险，还有2个美女队友，真是想钱想疯了。再没生意，下个月房租都交不上了。明明每次都算得准，怎么就没人信呢？好样子啊，怪物！这天气越来越怪了，前几天还热得穿短袖，这会儿冻得人发抖。是啊，晚上睡觉都暖不热，难受。找个女朋友啊，俩人挤一块儿，马上就暖和了。你可别打趣我了，一提这个心更凉。不是我说你，你这算命的生意太实诚，总给人免单，怎么赚钱？城里现在谁还看风水算日子？你得往乡下跑跑，再弄身道袍穿上，看着专业才好要价。行，过几天我就下乡看看，行头也置办一身。你知道富春山居这个烟不？知道啊，我这小店里进不到，听说暗地里炒到2万一条，抽的人非富即贵。你问这个干啥？没什么，就是真有这个烟是吧？那还能有假？那个1916是不是110磅？烟嘴是金色的。
价格是没错，我也没抽过，哪知道烟嘴什么样啊？兄弟，你这是受啥刺激了？咱没必要买这么贵的烟撑场面啊！别废话，给我来一包。真的是金色的，我从来没见过，没抽过，我怎么会知道？是这个味儿，怎么可能是这个味儿？兄弟，你到底咋了？别吓我啊！你去把灯关了。大晚上的关什么灯？你要干啥呀？我赌你关不掉。你要是关掉了，这剩下19根烟全归你。这有什么难的？我闭上眼睛，你再试试。1、2、3。如果梦和现实完全对应，那哪个才是真的？云前锋，你真就被这点幻境骗住了？江玉林他们僵在原地，肯定也被困在幻境里。接触林家神像就会中招，连间接接触都不行。这东西是改了我们大脑的接收频道，神像下的枯骨，恐怕都是在梦里耗死的。明知是假，还是穿不过这些物质，只能大脑越狱了。这些都是我记忆里的假象，这个世界只有我自己。缸中之脑果然可行，可没了欲望的人，还能算人吗？二甲胺在分泌，大脑正在调频，这是幻境最后的挣扎，我必须醒过来。这女人还挺讲义气，是想把我拽离神像。还好下面都是碎骨，不然得被肋骨捅伤。操，又进幻境了，这次不是我的梦，是秦书影的。不知道他的执念是什么，故技重施跳湖试试。小珍乖，跟周阿姨睡觉，我加班晚点回去。不好意思，我要走了。秦小姐，是不是觉得我很眼熟？你以前是我的病人。不，我是你刚才的梦中人。我已婚，孩子都6岁了。施主慢走，你大腿内侧有一颗丹砂小痣，浑圆如芝麻。反应不对啊，你不该问我怎么知道的。再不济问我要讹多少钱也行啊。你要多少钱？底片得给我。哥，你没事吧？先给你介绍下我的队员，方便你入梦救人。这个金发女人是维多利亚，北欧贵族，懂生物学和神秘学。你入梦见到她，就说你知道她和季瑜的事，她就信。季瑜，这名字怎么这么耳熟？就是清代的纪晓岚啊。差了几百年，他俩能有什么关系？这个你以后就知道了。那个大胡子是满都提图，黑萨满，能力很强，自己能识梦境。剩下的巴赞和古恩是维多利亚的人，等他醒了，告诉你怎么取信。我是江玉林，我们以前是情侣。我知道，但我不记得了。你不是我梦里的幻觉，来找神迹的。我是来找江玉林的，他已经醒了，信我，我就带你出去。信。醒醒！江玉林让我来的，他让我提季云的名字。怎么回事？他叫你来干什么？
你现在在梦里，真身在神迹的琳拉神像旁边，仔细想。别管他，先去救古恩和巴菜。是不是觉得我很奇怪？这都怪鲫鱼。我当年拿到他的手记，上面有个增寿丹方，我当时快死了，试了丹方活了下来，就有了和他一样的副作用。谢谢。你们冒这么大风险来这里，到底找什么？我们找史前神的躯体，回去做基因研究，破解长生的奥秘。对我们来说，钱已经没意义了，延长寿命才是最重要的。你就别问那么多了，这事儿知道的人越少越好。所以我们只带了核心队伍来。这里已经是神迹的尽头，这座神像万年都没腐朽。我猜这根本不是什么神像，它就是我们要找的神躯。什么神能长成这鬼样子？那林家神像就是块顽石，怎么可能是生命体？太荒谬了！各地传说神都是按自己形象造人，这神像除了脑袋哪像人，就是生殖崇拜的产物。维多利亚小姐，你怎么看？我反而觉得满都图说的有道理。这些被凿去鼻子的是战败信仰的图腾，中间的邻居神像是胜利者。史前人类已经帮我们筛选过，只有真正不朽的神才能留存。这层石皮里大概率包裹着神躯，和古埃及科尔布林秘术记的永生仪式一致。他们肯定握有实据，但我没必要掺和，拿了报酬就走。200万够我在小城市安稳过一辈子，长生这种浑水我才不趟。咱们走了鬼门关、黄泉路、奈何桥，就差个孟婆，也算过了一世了。孟婆原型是孟姜女，大洪水时期的神迹不可能有她，时间对不上。孟姜女是孟婆的说法，是元朝文人编的，经文里就有孟婆的记载了。谁说这里没有孟婆？你们去门口高石上看桥头的泉眼旁巨石。鬼门关、黄泉路都齐了，这里不该是厉鬼居所吗？怎么会藏神躯？地狱是相对的，有些人的天堂本就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上。这种刻在基因里的敬畏和恐惧，远古时期只有神能给。后人编的地狱传说和孟姜女变孟婆一样，当不得真。他特意过来解说，肯定是有事找我，多半和那神像有关。满都路途的直觉从没错过，那神像是真的神躯，我们试过刀斧都伤不了它分毫。这连山符是伏羲所造的书契，或许能切开它。我们所有人都碰不了神像，只有你可以。你可以选加入我们求长生，或者拿报酬。多少钱？居然有人放弃长生选钱，真是难以理解。没成功分文没有，切下样本给你500万。别说切一块，砍整个脑袋都行，这点罪算什么？怎么好像有谁在耳边边小声说话，一个字也听不清？啊！快加快速度！雅静都醒了。秦疏影将柔甲车稳绳子稳住云千峰。是。巴灿去找出口，挖也要挖一条出来。剩下的跟我守门口，绝不能让那些东西进来。切下来了。不对，6个数字不对，一定还有第7个出口。入口就是第7个空树林，我知道路了，跟我走。千峰去哪儿，我去哪儿。疏影，踩着我的手往上走。哎呦！千峰，你怎么样？千峰，你没事吧？还好没摔多重，这地方怎么有光？我没事，你们扔条绳索下来，我能上去。不走！
天然奇石？难道是那神像祭台师手里的东西？义熙13年，这是晋朝的年号啊！合着你是忘了是来偷珠子还是放珠子？困在这儿等死，还说让后人帮你办事，大殿都塌了，我往哪儿放？你这玉佩上有字，我拿出去找找你后人，找不到就给学者研究，不算占你便宜啊。那个八猜刚才还不信你，非要往通道前面探路，真傻。钱锋，你手上的玉佩能给我看看吗？你要是能看出门道，就送给你。我刚答应这位老先生要找他后人，答应人家的事儿不能食言，我懂。玉佩两面刻着道和和，应该是这人的表字，字道和。绝笔落款是义熙13年，是东晋安帝的年号。你把剑抽出来，我看看。好剑，你看剑柄底部，是他。不是他。东西可能已经丢失，我们先出去，这里不安全。上面的石洞完全塌了，走不通。终于回到地面了，刚才在地下我都快绝望了，雨林的树都比石室里的破石头顺眼。我定位了，这里已经超出飞头芒的感知范围。我去拾柴，先把火升起来。对了，那干尸的剑上刻着木之二字，时间也对得上，那就是刘牧之啊。你仔细看我拍的刻字照片，他说自己生于隆安年间，自称守身。刘牧之生在盛平年间，也没有守身的表字，东西应该是刘牧之送他的。哦，我刚才没细看这段，是我武断了，还是你记性好。这要感谢季军的史料整理。不对，还是不对，你们说的都有问题。哪里不对？我研究的史料不会出错。我脑子里有万年历，隆安庚子。刻字当不得真。我要是说，我认识一个叫守身生在公元400年的人，你们觉得是巧合吗？我再告诉你们，公元417年，正是我们云氏一脉举家北迁的年份。你们还觉得是巧合吗？绝对不可能是巧合。我们云氏族谱上的第一代先祖就叫云守身，字永贞，生于隆安4年，也就是公元400年。族谱上只有他的生年，没有卒年。家里老人说，当年北迁的是他的幼子，路途太远，不知道他的后事，所以没记载。这真的没法用巧合解释，至少可以肯定，这干尸肯定认识你的先祖云守身。可他为什么要用云守身的名义刻绝笔啊？还有更离谱的，你们听了恐怕更觉得匪夷所思。417年，我们云氏一脉举家北迁，当时世人都往南逃，我一直想不通原因。也是那一年，刘裕广封云姓，但凡他攻占的地方，都有人被赐云姓。这两件事撞在同一年，绝不可能是巧合。刘裕是在鱼目混珠，故意保护你们这一脉。云千峰，你当初怎么确定第3个石洞是出口？说实话，逃出来之前我都以为你是蒙的。就是东方数作的规律，文字出现前有2种符号，一种象形，一种注有表音。注有符号的韵律和现在的音律一样，是0到7的8维阵进程，0代表空。这种规律对应到八卦里，正好也是阳数的排列顺序。当时神殿有6个逃生口加1个入口，共7个。神殿本身就是第8个空数0，入口为艮卦阳数1，对应乾卦阳数7，1和7的半音藏着0，也就是神殿。另一个半音在3和4之间，藏的就是真正的出口，所以我们才会跌进裂缝逃生。那是个人类逻辑里看不见的数。难怪我学数学的同学总说3和4之间藏着一个数，原来规律是共通的。古恩只为救我，你们不用有心理负担。炸弹他早就绑在身上了。今天我们庆祝活着逃出神迹，也庆祝拿到了神躯基因样本。这神迹里的神也不过如此，只有雅静和入梦2个手段。我本来以为神的算计会很深，逃出来那一刻都怕有后手，结果什么都没有。不说雅静，那神像的入梦能力谁能破解？之前那么多闯神迹的人都成了枯骨，
这手段还不够厉害？我们都知道是云千锋救了大家，我只是奇怪神的算计怎么这么弱。不对，或许神的算计早就开始了。我之前和疏影柔甲走黄泉路的时候，一直有人跟踪。我故意用腐蚀性土壤弄坏了追兵的纤绳，把他们拦在了黄泉路那头。那些人绝对是冲我们来的。我之前一直没细想，柔甲说江玉林存在的记忆被抹除，这说明神本来笃定江玉林活不回去，这就证明他有完整的灭口计划。我们还没脱离危险，今晚所有人轮流守夜。不知道你们的存在证据有没有被抹除？抹除一个人的痕迹容易，抹除我们这么多人，运算量太大，不可能不被发现。只有你被针对，因为你的上古星空定位法是找到神迹的唯一钥匙，他是怕你再带其他人来。万幸云千锋断了他的后手，不然我们早就死了。难道神没算计到云千锋会来？总觉得哪里漏了。除非是两个神在互相算计。你这样仔细思量，要不要研究那块神的基因？如果是两神互相博弈，肯定有一方希望基因被带出去。我会万分小心的，谢谢你的提醒。他铁了心要研究，我也没必要多管。大家小心！没打中，他的速度好快。是他，那个一路上跟着我们的人。是这个鞋印，大小花纹都对，我们没甩掉他。才一个人怕什么？真当咱们吃素的？他速度太快，要是暗杀，我们防不住。那咱们怎么办？连夜走？赶夜路正中他下怀，以逸待劳，就在这儿等。今晚我、八彩、满都灵符一组，你们4个一组轮班守夜。灰色的感觉一直没消失，他就在附近。收拾东西，立刻出发。我现在是黑户，不能进村落，得藏起来。小柔，你不是说大家都把我忘了吗？怎么全是找我的留言？还有昨天的。怎么会这样？之前大家明明都不记得你啊，舒言姐都忘了的。张会长，我这几天进山探险刚有信号，什么事儿？好，这是正事儿，缺多少你说，把账号发我。他们记得我，真的记得。你在地方影响力大，神以为你回不来才抹除记忆，现在你回来了，他不得不恢复这一切。可是我没有记起来啊。是不是因为那个连山翼的黑片片？不是说能防记忆修改吗？你当初给小柔不就是怕出这种事儿？我哪知道有改记忆这回事儿？维多利亚说这东西的震荡场能保健，我当保健品给我妹的。不排除有这个功能，否则没法解释小柔的记忆没被改。但我观测到震荡场只作用在接触者身上，秦小姐没接触过啊。我聊天软件登不上，显示账号不存在，电话也打不出去，估计卡坏了。喂，爸，你忙啥呢？现在骗子这么不敬业，老子只有女儿，哪来的儿子？我装了防诈 APP， 你少来这套。你不是云松针吗？我是啊，你都做功课了，怎么不找个女的打？爸，不是云千锋啊，你儿子云千锋。滚犊子！你当我老年痴呆啊？玉玲，赶紧让王局查一下云千锋的户籍还在不在。我好像摊上大事了。查无此人，玩命换的报酬，连身份都没了。别急，江玉林之前也被抹除过，现在不也恢复了？你们俩的情况印证了我的猜测，那个力量一次只能让一个人消失。之前动江玉林，是因为他的星象定位威胁到他，现在动你，说明你更有威胁，他怕你。好好活下去，等机会。要么等下一个比你威胁更大的人出现，要么等我们成功。
我们掌握了神的密码，就能把世界改到最好的状态。连山一石片，你被消失了，但记忆没改，说明这玩意儿真能防篡改。给你，永远做你自己。被改了，说不定还更好。你会死得不明不白，还会忘了我欠你500万。500万，行。能卖给我一个吗？我家族200年才在龙骨里找到8片，这是已知的最后一片，无价之宝。别提交情，谁要都得拿等价的东西换。你们之前1人1片，是因为你们有价值；给云千峰，是因为他救过我。不行，你比我更需要。给你就拿着，傻不傻？剩下那片给我，预约下次救你一命。玉林，出来一下。我给你机会了。我没反应过来，等我想到云千峰已经先给了，没想到他能为了秦淑英舍掉这么重要的东西。什么舍弃？他是1份活要2份价，拿了我1片10片，又证明了价值。下次有事他能不来？秦淑颖应该恢复对我的记忆了，我们都带了10片，2份记忆都保留了。不过就算这样，我也还有机会。你放心，我不会跟云千峰过不去。接下来云千峰怎么安排？你要跟我去欧洲检测神躯样本，得把它放在安全又能随时找到的地方。拿了我的东西，就得随叫随到。我一放假就来看你，逃课太久了。背靠大山，山上还有庙，难怪做啥生意都赔。帮我去老家祠堂偷我家的族谱，报销旅费食宿。不去，没时间。我救过你的命，既然你都这么说了，那我只能去了。要是我不是黑户，住这地方真当神仙了。进城时看见县里姑娘个个水灵，我现在理论上有钱，可钱都在江柔甲和维多利亚那儿存着，我连银行卡都办不了，屁用没有。江玉林还给我找了个保姆，也不知道是男是女，我现在就跟老鼠似的藏着，人生啊，毁了。难道是磁石？1楼测量的高度数值更大，3楼是中间值。这石球瞳孔指的不是直线方向，是一个固定点，目标距离我肯定不远。城北偏西方向，这石球是从神迹里拿的，说不定指向另一处神迹。要是真的，把消息透给维多利亚他们，他们一折腾，说不定我这黑户身份就能恢复，到时候就能当小富翁了。等交警下班再走，小心点总没错。师傅，湖里转一圈多少钱？1小时50块。按我指的方向开。好嘞。哎，师傅，往那边一点。要找的东西就在这湖水底下。师傅，回岸吧。有人跟过来了。
先把这里守牢再说。来了，找实验球呢，狗鼻子还挺灵。早就防着你，说，谁派你来的？目的是什么？说了我就放你走。你会死，必须死，谁都救不了你。操，何必呢？他妈的，见鬼了！先看看周成媳妇睡了没，别节外生枝。红衣上吊画厉鬼是要找掘坟的人报仇，我现在碰尸体只会惹麻烦，先去看周成。20天前就死的人，昨天才下葬，今天就爬去我家。舌头连根没了，断口是被硬钳掉的，不是刀割。除了鬼，根本解释不了这怪事。怎么感觉到处都有眼睛在盯着我？唵嘛呢呗咪吽，唵嘛呢呗吽，唵嘛呢呗吽。唉，靠，两个钥匙长得也太像了，白怕了一晚上。下次再遇到这种事，绝对不能慌，先冷静判断。周成的怪事，肯定和石眼对着的那片水系有关。1940年，倭寇的运宝船无风无浪就沉了，30米深的水，潜水队下去什么都没找到。朱元璋被大伯救了，还封他当定江王爷，所以这地方叫老爷庙。宋武帝刘裕时期水系改道，把萧阳城沉到水下，原来的河道变成了沙山。刘裕到处赐姓云氏，到底把什么藏在这水底下了？大河向东流啊！喂，哪位？云先生您好，我是刘灵帝，江先生让我来照顾您的饮食起居，我现在在您家门口。江玉林办事还挺靠谱的。云先生您好，我是刘灵帝，以后就由我来照顾您。这张脸也太眼熟了，要是舌头伸出来10厘米，就和昨晚吊死的那个少妇一模一样。你是刘灵帝，我叫云千峰，你叫我云先生就行。云先生，您以后叫我小刘就好。还是叫灵帝顺口。你资料写着离异，能说下原因吗？明明是丧夫，倒挺会装。说出来对我以前先生不太好，但
但我不是过错方，我这人挺好相处的，也喜欢照顾人。你家人都在本地吗？没家人了，只剩一个姐姐嫁到周家桥，早就不来往了。我挺怕我姐夫的。你姐姐肯定也是大美人，和你一样。漂亮倒未必，我们是双胞胎，长得一模一样。我有点洁癖，得找医生给你做个体检，没问题就可以上班。那我现在就去医院办健康证。不用，我叫医生上门，你先进屋歇着吧。好，我马上叫人过去，很快。刘玲娣人品好，身体也干净，你别多事，对人家好点儿。她前夫婚前隐瞒健康问题，不能生育才离的。你算计云千峰了。英雄难过美人关嘛，我给他找了个这么好的保姆，温柔贤惠还漂亮。他要是动心了，和秦疏影就没戏了。疏影早晚能和我和好。这招简单倒确实有用，人家可是救过我们的命，别被他发现了。放心，刘玲娣以前在我家当过保姆，人品绝对没问题。一切正常，就是体温偏低，心跳偏慢，都在合理范围里。王大夫，王大夫，他是活人吧？啊，数据和体质都证明他是100%的活人。云先生，你怎么会问这种问题？我总觉得他身上有股阴气，你没感觉到吗？看阴气，你该找阴阳先生，不是找我。我先走了，有事再联系。这确实是活人啊，难不成我真看错了？他这是在勾引我。江玉林不是说他人品好吗？哎呀！这个云千峰还挺有意思。不可能啊，刘玲娣作风特别正，以前说句稍微过格的话都脸红。我没让她勾引云千峰啊，她也不可能答应这种事儿。再说云千峰也不是什么绝世美男，他怎么看出来是我算计的？问题出在哪儿了？昨晚那东西真的舔了我脸。多亏他没喊，不然我一开口，这东西就钻我嘴里了。是刘玲娣，不对，昨晚逃跑的那个没穿内衣。云先生，你要做什么？以为你死了，出来，去房车里换件衣服。云先生，昨晚好像断片了。你被你姐用钝器砸了后脑，没死是命大，其他的你给村里熟人打个电话就知道了。没抓住，那东西带着宿主跳湖了。是维多利亚昨晚叫我过来的，我正好在附近山里找虫卵，不然你小子小命就没了。跳的是老爷庙前面的那个湖。你怎么知道？就这样，之前搞不懂周成的舌头为什么没了，现在才明白，都是那怪舌头搞的鬼。周成媳妇儿估计就是被那东西寄生了，目标是杀我。我在窗口看得清楚，应该是人面传，消失1000多年的邪性蛊虫，吞了宿主舌头就能控制大脑，是最会借力的寄生虫。但人面传是陆生毒虫，根本不会水，带宿主跳湖，
不符合求生逻辑。这东西最后一次出现是什么时候？我家羊皮卷没写准确时间，只提了一句最后一次出现是在日食之日，写得很简略，好像颇为忌讳。义熙13年正月，日有食。1000多年前的遗迹，总觉得和现在的事串得上。你记不记得我之前查老爷庙水域的资料？那片水原本是刘洋下令改的道，结合野人山的近代干尸，我怀疑义熙13年就出现了人面传。当时人面传被势力控制，威胁到了刘裕。刘牧之派人去神迹找实验球，就是为了定位人面传的老巢。可惜去的人失了记忆没回来，刘牧之又去世了。人面传能寄生控制人，和常人没差别。刘运根本不敢信身边人，这才是他当年放弃北伐，直接回钱康的原因。后来他大概找到位置却对付不了，干脆改道沉了整个区域。现在人面钻适应了水环境又出来了，目标是我。他控制周城跟着我们，想把我们都留在神迹里，最后被我挡在了黄泉路。周城那回救我，应该是因为我和你一样是开神迹的钥匙。现在他还在盯着我，你们说不定也在狩猎名单里。记得提醒维多利亚，他身边的人未必可信。我马上联系维多利亚。刚才还以为神躯不见了，吓了一跳。这说明它是活物，能根据环境改变基因编码隐藏自己。之前在洞里是变成了石像形态。维多利亚小姐，这工作完不成，它的基因数据量太大，已经超过了数学的极限边界，我们破译不了。数学极限边界？我们超有限主义认为，宇宙不是无限的，数学上限就是宇宙数据的上限。但这玩意儿的基因数据已经摸到了这个上限。一个生物的基因怎么可能达到宇宙数据极限？事实摆在眼前，它确实存在。会不会是数学极限边界外的另一套规则？理论上有可能，但它在我们的世界有实体。要是用另一套规则，一进宇宙就该解体了。试试用别的数学规则读取 DNA 数据。我们哪知道边界外的规则？空数0和初始的1是不变的，我们从2着手，让2加2不等于4，用 y 代替3到4之间的得数，叫莫须数值，按1生2， 2生3， 3生万物的逻辑改规则，3之后的数值全部重新推演。看呐，它多么完美！它在自主改基因编码，打破物理规则了。这俩女人下手是真狠，胳膊都快掐废了。别出声。我的毛巾，看着挺正经一个人，怎么这么蔫坏？总不能躺着或侧着，不然明天更尴尬。清晨5点，卯时出，计较第3声的时间，难道真是厉鬼？是也不是，说他是他符合当地传说里的恶鬼；说他不是他绝不是我们认知里的鬼。传说的恶鬼我们以为了解，其实是未知。眼下看到的这群鬼，看着未知，其实已知。走，去作案的现场看看，你们就懂了。死法和之前的干尸一模一样。你冒这么大风险引这些东西出来，到底得到了什么已知？我特别好奇。已知那东西是鬼，也已知那东西不是鬼。还有你说错了，我从没想引他们出来，是不得不引。只有这样，才能100%把我们藏好。你们看，这里还有个陌生脚印，脚印前长深，是蹲在这里碰池水留下的。这是5块钱一双的塑胶拖鞋印，我穿了10几年，绝对不会认错。
这人也太懂生活了，进荒野还带拖鞋，我们怎么没想到？鞋码最多34码，体重不到80斤。他既然在附近，为什么不现身？还记得高速路上的怪事吗？有人说我们车顶藏了个人，会不会他一路跟着我们？昨晚还帮我们杀了飞头蛮，这是贵人啊！贵人不会藏头露尾，他故意隐藏行踪，肯定没安好心。我赞成秦小姐的说法。那他为什么要帮我们？我们现在就是棋盘上的棋子，他帮我们，多半是我们还有用。到底是棋子还是目标，现在还说不准。我们回去吧，飞头蛮已经够难对付了，这暗处的人我们更是防不住。淑英姐，我哥已经失踪那么久了，你自己的记忆也不要了。我不认识你哥，我之前确实是为了找记忆才来的，但现在我想通了，当下的我就是我，不用执着过去。我们走得了吗？如果暗处的人不想让我们走，我们回头只会死得更惨，前后都是险。我宁愿选看得见的飞头蛮，万一他真是贵人，我们往前走更没错。就算他只是路过的，我们也不能忘了进山的初衷，所以必须继续前进。淑英姐，你什么时候突然不纠结记忆了？上次中毒之后就想通了，真的自我从来不在意过去，只在意当下。那你儿子小珍怎么办？只要他记得我是他妈妈，我就会一直照顾他。那你老公呢？要是能活着回去，就办离婚。不对啊，按照地图标记，这里就是9宫格50同都城区域入口，应该这么陡的尖峰，连小庙都见不了，怎么可能有黄金城？或许入口在附近，我们绕一圈找找看。云前锋，你看那片草怎么冒烟了？会不会是瘴气？不管是什么，先戴面罩防着。你们在这等着，我过去看看。这是温泉水，我想我们找到入口了。牵住我的手，闭眼跟着我走，千万别睁眼。意识会被视觉欺骗，永远困在幻觉里。刚才明明应该到石壁了，怎么会有上坡？这台阶太真实了，到底是不是幻觉？别睁眼，后果我也预料不到，绝对不是好事。别睁眼，我跟你们说现在的场景，我们在挖空的山体里，穹顶100米高，夜明珠拼的星图，朱雀素在天心，面前是黄金神像广场，水池反光照明，尽头是梵天神庙，有4面佛像。现在可以睁眼了。这神庙，我看着有点害怕，腿软。我也是，莫名想跪下来祭拜，太震撼了。这是神性，还带着点邪性，源头不在神庙本身，离我们不远。你们看，果然是折射镜面引的光。你哥他们来过这里，他们没在庙里逗留，应该是去了别的地方，得爬上去看看方向。这布局是先天八卦，梵天的庙怎么会有伏羲的东西？太离谱了！古战人信湿婆，给梵天建庙就够奇怪，还搞伏羲八卦，八竿子打不着啊！能打着，能打着。伏羲和梵天扯上关系，这也太离谱了！真的，我哥考证过，他俩相似度特别高。伏羲造书契，梵天也造文字。伏羲坐4方台听8面风，梵天是4面佛观8方。伏羲拿锯齿，梵天头顶也画着锯齿，就连俩人取的都是河神。总不能古战人把他俩当一个神了吧？我有个猜想，快说！你们觉得1000多年前的古战人有这科技吗？你们以为什么？找到我哥下落了？差不多，多亏秦小姐提醒，我才转过弯来。如果古战人没有这个技术，这说明八卦形的空山、发光的池水早就在这儿了，是史前神迹。古战人偶然发现这里，以为是神迹，才在上面建了梵天神庙。你哥研究伏羲和梵天的相似性，就是为了确认神迹位置。他肯定已经来过这儿了。那我哥现在在哪儿？史前神迹叫台，都是用来镇压东西的。他应该去了我们脚底下。那我们快下去找他啊！你知道入口在哪儿，对不对？别急，得先恢复体力。下面镇压的东西肯定很危险，我们得养足精神。
这地方除了金子什么都没有，吃什么？总不能舔空罐头吧？他们也太浪费了，剩这么多肉都扔了。吃了好几天棕榈心，这牛肉罐头简直是山珍海味。你看这块好大，张嘴。哦，这里是山体内部，以艮山为根，艮为阳土，生阴金对泽，生门就在兑卦位。肯定有机关，到底在哪儿呢？我之前新法买的，就抽了1根，给你。秦小姐，你现在简直比我妈都亲。哎，我知道机关在哪儿了。你放开我！救命！各位不好意思，我媳妇儿跟我闹脾气呢。你放开我！救命啊！你现在去把旁边的灯关上，关得上我就放你走。放你走！关不上我就把你扔到大街上去。梦里的开关是按不动的，这是永远的 bug。真的是梦？你怎么会在我梦里？我来救你，总不能看着你变成神像下的枯骨。等我突然坐起来，你就闭眼，别松开我的手。好。闭眼。糟了，被免住了。那是幻觉。你在这坐好，别碰其他人。我去把江如甲弄醒。你快点回来，我一个人害怕。放心，我很快就回。糟了，我那点英语早就还给老师了。Where is student street? Jizo。对，江如甲的梦境，他肯定就在附近。别等了，他不会来的。这是囚徒梦境，没人能走出去。哥，你别这么说，他一定会来的。小柔，别太信一个人，不然最后会失望的。哥，你看他来了。古德，拦住他！你们推到我身后！把你们外套给我，再去拿所有人背包里的睡袋，快！滚！停下！维多利亚小姐，喷火器快没燃料了。找到出口了吗？之前的塌方把出口堵死了，全是巨石，没有工具根本清不开，咱们被困住了。维多利亚小姐，我先走了，关门，快关门！快躲到石壁边，石室要塌了！翻着道之洞，死亡面前一定有一线生机，我必须找到他。你们看，那里有石洞。那绝不可能是普通人，
更不是雅静，他是一直跟着我的那个家伙，目标是石丘。如果真有两方神在博弈，他背后的神想杀我，那我就顺着他，把幕后的东西揪出来。脖子有点麻。千峰找我查人，看来是遇上麻烦了。这人叫周成，是周家桥村的渔民，离你那儿不远。他是个盗窃惯犯，是不是偷到你头上了？他是来偷我命的，挺行脚马都和之前跟踪我们的人对得上。不可能啊！那跟踪者能杀飞头蛮，躲得掉棺材钉？我查的信息绝对靠谱。这周成就是个普通混混。他可能没躲掉棺材钉，只是打不死而已。等你回来查，黄花菜都凉了，我自己有数。刚好找人打听周成的事儿，花点钱就行。兄弟，问下这日出什么事了？哭这么凶？是周成媳妇儿。周成20天前去湖里偷鱼就失踪了。昨天尸体才飘上来，草草葬在山边，今早坟被刨了。刚在河边找到尸体，脖子都被砸断了，舌头也没了。咱村里有几个叫周成的？就一个，全村人都认识。哪个天杀的挖我男人的坟，不得好死啊！造孽哦，横死的还不得安宁，不知道是哪个缺德鬼干的哦。6位补阴，我现在阴气够重了，得多补点阳气。20天前失踪，刚好是我们去野人山的时间。我昨天回来，他尸体昨天就飘上来，哪有这么巧的事儿？可死人怎么会说话？雅静都只会怪叫，僵尸更不可能。不行，我必须确认这个周成是不是今天找我的那个人。江玉林这招够损的，想把我红牌出局啊！也不知道秦淑莹最近在忙什么，人都见不到。别瞎想了，自己现在都是黑户，谈这些没用。昨晚可乐喝多了，憋死我了。什么味儿？这么腥？不对，好像是我脸上的味儿。这粘液谁把我脸舔了一遍？我也没吃鱼啊，总不能是刘灵帝进来了。不对啊，门明明锁着。几分钟前的报警，我看看是谁。满多图大半夜来我这儿干什么？他看到什么了？我刚才迷迷糊糊听见有人喊我，难道是他？是刘灵帝？他这是要干什么？不对，门锁着，他根本进不来。刚才那粘液怎么来的？他没进来。那我脸上的东西哪来的？他刚才卡在门缝那干嘛？这舌头和周成媳妇吊死时生来的一模一样。